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直播，美股直播。我们今天的直播从现在美东时间11点半开始了。那么，在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帮忙确认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没有问题。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直播了。好的，感谢，应该是 Isabella 或者说4663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一个会员，感谢确认。那么我们赶紧来讲一下这个标普啊，谢谢 Susan， 没有问题啊。我们来赶紧看一下标普。那么在周末我们做周末漫谈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这个美国、伊朗、以色列这个周末这个事儿啊，这个战争这个事儿，我们已经给到一个位置，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位置，6725。这个6725是什么位置？就是这个从7002，从标普的日线，如果说是一个123下跌的话，跌到6725是等比例，对吧？那么如果说它在6725之下，那就是这个123的3跟1比较没被，就是不被持，那你就要多等一等。但是，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裸 K， 它今天刚好踩了一下，开盘之后踩了一下120天，踩到120天上，现在出现一个低开高走的，目前是一个低开高走的状态，所以说结构并没有被破坏，就是6775的这个上涨啊，结构并没有完全破坏掉，因为这个一笔上一笔下还没出现，一笔下现在只有4根 K 线还不够，它完全可以再慢慢爬上去。如果说这个打伊朗这个事儿很快结束的话，能爬上去，那就是其实就是这个6775上涨的一个延续，对吧？但是现在，特朗普他也说过，这个有可能要持续4周的一个时间，或者说，现在还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个事儿还不确定。说现在这个，但是起码在图形上来讲，股市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跌的那么厉害。所以说而且我也讲过，我们的这个炒作呀，我们的这个交易是3个维度，基本面、比价关系，最后才是技术面。所以说你要从精选你的基本面，你手里的持仓要看它的基本面，对吧？我们不怕下跌，但是呢，不要去追涨杀跌。那么这个在1小时上，它还有这么一个中枢，那么它并没有脱离这个中枢，现在只有跌破6775才能够破坏这个结构。现在如果说它再慢慢涨回来一笔的话，1小时上涨回来一笔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6952下跌延续到这里，然后它新生长出来一笔，还是在围绕这个中枢震荡，所以说现在我们就结合1小时，然后再结合日线，可能再结合一个15分钟，3个周期，你就能够把最近这个交易做的比较好，对吧？不要去追涨杀跌，但是这个按照这个节奏来。所以说现在就简单说一下这个大盘指数。好的，我们来回答大家的提问。苏珊问了一个 ALAB，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它的基本面很牛，就是这个公司呢，它是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些芯片呢，或者说这个在这个 GPU，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在这个 GPU 的这个组件里面，它是做这个叫联通性芯片，就是这个 ALAB 这个公司，它呢主要这个东西叫 retimer 重定时器，这是它最重要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这个好像其他的那个没有它的功效好也好，或者没有它的那个达到的效果好，所以说它在 retimer
重定时器这个产品上它是龙头，叫连通性芯片。但是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图形，它也是，因为这个可能特斯拉，这个英伟达这个下跌啊，也带动了它的一个回调。但是周线上出现了一笔回撤，我们看一下月线，月线上回撤够一笔了，月线上回撤够一笔，我们把这个月线这一笔画出来。那么月线上回撤够一笔，从这个最低点上来的话，它有可能要做一个月线大中枢呢，看到没有？从这个 36.22 上来，这个月线2次回落，这里有希望做一个中枢之后，看它能不能够上去，甚至再打高点走小 B 段，再做一个大中枢也可以，对吧？你可以这么计划。所以现在这个月线上成了一笔，你可以假设，目前因为今天是3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如果说这个位置就是3月份最低点的话，112.13的话，我们可以先这么假设，对吧？因为做交易嘛，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假设112.13这个位置，如果说是一个低点的话，那么现在在周线上，3段了，周线上是出现了3段，而且3明显比1的这个空间小。这个第3段跟第1段比较，你目测的话也是短的，对吧？所以说是有希望背驰。但是呢，周线的这个底分型还没出来，但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单 K 反转。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它的这个次级别，看一下它的次级别的这个结构有没有，比如说3段啊，或者说是这个小周期有背驰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日线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结构给它取消掉，这个中枢我们就不要了。我们现在只关注的是从这个189.8右侧这些，因为在189.8左侧的话，它是一个大周期的一笔下，大周期的一笔上，大周期的一笔下。我们现在只要关注189.8右侧这些有没有结束就好了，对吧？这就是我们利用区间套。但是呢，它这里其实有一个更高一点的位置，这个192.86，这个你看你怎么自己画。你如果说从131.42画，你如果说这样画的话，也可以。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这是进入段，这是离开段，这样组成周线上的一笔。或者说你用3段，1、2、3，我3画到这里，然后这里我把这个192.86这根 K 线当成一个毛刺儿，我不要它，这其实也是一个3段。起码在1小时上的话，它是一个1、2、3、4、5，看到没有？1小时上其实是一个5段结构，也是可以的，因为这就是缠论的这个多义性。缠论的多义性，因为这个结构已经出来了，你可以按照这个不同的，就是按照你最合适的方向，或者你最想交易的这个方向来重新组合这个结构，重新组合这些 K 线，重新组合这些笔，你怎么组合都可以。但是呢，有一个前提条件，不论你怎么组合，买卖点的性质不能够变化，这个一定要记住了。不论你怎么组合你的这些笔也好，线段也好，买卖点的性质不能变化。什么叫买卖点的性质不能变化呢？就是买点或者说是卖点，在你重新组合之后，它还是买点，它还是卖点，它的性质是不能改变的。这样的话，以这个为前提条件下，你可以任意组合。所以说，我们重新组合，我们从这个189.8，我这样1、2、3作为一个组合，然后在右面作为一个组合，那么它们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所以说我可以这样组合的。那么这样组合的目的是，我可以从189.8，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小5，在一小时上它有一个小5浪，甚至是在中枢，因为它这个结构走的是1小时上的话描述不够清晰，我们再看一下2小时。2小时的话也是带中枢的，所以说那4小时的话应该是有一个5段，我看一下啊，1、2，4小时的话是这样，1、2、3、4、5，有一个5浪，看到没有？之所以是有的时候日线不是应该次级别是这个60分钟吗？但是呢，如果说它这个结构走的延续性非常好的时候，它可以从日线延续出一个，比如周线一笔，这就是这种情况，1小时让它延续的非常好。所以说这个时候你需要用4小时
或者说2小时、3小时，这个看它哪个周期上这个结构更清晰，你就用哪个。那么用4小时看的话就更清晰，这是一个1、2、3、4、5。那么这个5有希望结束了，然后这个 MACD 也出现了背驰，对吧？股价出现了新低，但是前面这个低点我们可以把它标出来，117.41。如果说你用123也可以，123如果说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毛刺嘛，如果说用高低点的话，192下来的话，它也是一个123，对吧？这个3也是背驰的，所以说它不论怎么讲，在4小时这个周期都是背驰的。那么如果说你是有的话，那么如果说想更精细的话，我们就需要看这个最后这一笔了，看一下它的内部，我们看一下1小时。1小时的话，哎，这里有一个中枢，1小时是带中枢的。那么这是中枢的进入段，这是中枢的3笔构成，然后这离开，对吧？如果说你是在盯盘的话，在出现1小时底分型的时候，应该可以尝试进了一点。我们看一下，比较一下，现在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在当时当下是个什么位置？当下的时候它是跌破了1点等比例。如果说你在盯盘的话，你发现跌破之后快速回拉，然后又出现一个底分型的时候，其实是应该进的。就是它明显是一个破底，类似一个破底翻，就小周期上有一个破底翻，然后拉回来，对吧？那么现在就看这个1小时让这笔反弹它能到哪儿，最好是再拉回到这个1小时的小中枢里面。那么1小时的中枢的下沿在123.46，看它是能不能够拉回去，然后给你个2买，可以继续往上走，甚至是直接突破这个中枢到120小时均线这里，或200小时均线都可以，那就是更强了，对吧？这是这个强势表达是要突破这个中枢，弱势的话就刚刚拉回到中枢，然后再次向下跌，所以就看你这个1小时这个中枢你能不能够交易。你如果说你只是想这个什么位置可以考虑开仓，那么今天这个1小时这个底分型时候就应该，尤其是回拉等比例这个位置就应该进，因为它是一个4小时的这笔反弹，它这里有希望要出现4小时的这笔反弹的。但是整体来讲，它这个唯一的问题就是现在跌的什么呢？现在跌的这个 MACD 离这个0轴太远了，看到没有？0轴在这儿呢，然后它这个 MACD 在这儿，这个空间它太远，它如果说想快速拉回到0轴附近的话，需要这个上涨的动能非常强才可以。也就是说，小周期上我一定要看到快速拉升的时候，才有可能快速拉回到这个。如果说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它可能会慢慢爬到这个0轴这里，那就弱了。如果是爬到这样的话，可能4小时也给你一笔，给你一笔之后到0轴以后，它可以继续往下走。也就是说，周线上这个可能没跌完，因为周线上底分型还没出现呢。所以就看你能不能够做这些小周期的这个交易。首先1小时这一笔首先要做完之后再跟4小时这一笔能不能够出来，4小时这一笔要出现强势表达，这样的话才有可能把 MACD 拉回到0轴。如果说4小时这笔很弱的话，你也要抽来，因为它还要继续往下走，晓得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讲的比较这个清楚该怎么交易，因为这个毕竟相对来说是复杂的，就是它的图形也复杂，再加上它这个 MACD 整体表达，就是1小时上是出现了一点点强势状态，但是在4小时还有日线还有这个周线都是偏弱的，所以整体来讲，你只能先做小周期的一个多头的或者做多的一个状态。那么大周期的话还没有企稳，你只能先用一点点小仓位。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这位朋友问了一个谷歌，他问的问题是想找个位置建仓是吧？那么谷歌的话也是在日线上刚好有一个位置，挺有意思。我是前两天在复盘时候发现，谷歌就有这么一个位置。它有一个319.46，我们看最高点是不是在319.46？然后之前下跌在319.54，刚好没回去。你看到没有？我这两个价格，这个前面这个中枢的下沿在319.54，这个反弹的高点刚好不在316.46，刚好没回去，刚好没拉回到中枢里。你发现没有？这就是机器人这个操盘或者控盘的强度有多强，我刚好没回去，看到没有？319.46、319.54刚好没回到中枢里面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是这个上面这个中枢的3脉
出现三卖之后还给你回撤了一笔，所以说你别看谷歌这么大个盘子，但是这个机器人的操作也能够这么的惊喜，那也说明了缠论的厉害，对吧？我知道这个，我就盯着这个319.54呢，它没回去，那还成一笔了，那你肯定要减一点呐，对不对？而且当天在这个319.54，2月23号这天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结构多有意思吧。那么现在这个回落也够一笔了，有希望出现一个二买了，也就是说它有希望是这么的一个给你个二买，然后弹一笔，甚至是直接微转往上走也可以。你能不能够预测到它是这么一个不太有力度的上涨，还是非常有力度的上涨？你在当时当下，你能不能够预测到？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它之后怎么走，是强的还是弱的。但是在当时当下这个位置，你就要进仓位了，晓得吧？你不进的话，它可以微走，它也可以是稍微弱一点走。你弱了走你就卖，强了走你就多拿一拿。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的，你只能是发现了这个位置，然后那个又回落又成一笔了，我就要进仓位了。所以说这就是在做交易的时候，你只能去做跟随，也不能够去做预测。任何人告诉你他知道什么什么能够预测点位的，那都是吹牛也好，那都是在这忽悠的，所以说都没有啥用。我们把这个1小时给它看一下，这个给清掉。你看它1小时上也是一个1、2、3、4，甚至是这个出现了一个不太规则的这个五段。我们把1小时的中枢给它画出来，这里其实是有一个1小时的中枢的，只不过它这个中枢是这样，这是进入段，然后这是一个1、2、3，然后呢，它这个第5段呢是一个2根 K 线，但没有关系啊，因为在缠论里面，中枢的构件必须要满足定义，中枢的进入段、离开段可以都是跳空缺口。这就是中枢的这个，你画中枢或者你在分析的时候需要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它又出现一个快速回拉，这也是应该马上就应该进的。现在进也行吧，但是呢，没有说是刚刚出现底分型时候进的那个有利。所以说，如果想进的话，现在就应该进1小时，让现在就应该进，因为这样的话会演变出来，有希望演变出来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日线一笔反弹和甚至出现一个微转。再加上基本面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买呢？为什么不大胆一点呢？尤其是基本面很好的情况下，尤其是这种低开高走，就类似我刚才说的那种，给你做了一个空头陷阱，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一个空头陷阱的这么一个结构，然后在这里出现一个回拉，对吧？然后你看它的 MACD 也能够很清楚的看到下不去，下不去。所以说你要想进的话，这个谷歌的话。我建议现在就应该进一点1小时的仓位，进1小时仓位，什么时候这个出呢？或者说什么时候卖掉，再这个捡回来？比如说它冲到这个120小时这里，冲到这里了，没有力度，有强的话，什么叫强？就是必须要突破它。比如到200小时，你可以多拿一拿，然后等待它一个回落，到了200小时这可以卖一点，然后等待一个比如说2、3买重合的一个卖点。如果说只是冲到了120小时这里的话，那你就先卖，因为它可以再次打低点，甚至是比如说踩一下中轨，这里中枢有中轨，把中轨给加上，它可以冲到120小时踩一下中轨，然后再往上走，你这个也有机会再买回来。所以说短线的话，就是先冲到120均线这里卖掉，买回来。如果说快速下落，你就不卖不买回来，接着等。对吧？那这样的话，它就结构就饱满了，变成什么呢？变成了这是进入段，然后这是一个1、2、3，然后再离开，你就再去比较进入段跟离开段，就是这么做。因为你现在它没有完成，所以说我们这里只是假设这个位置要出现一笔反弹，因为它没有出现之前，你只能做假设。但是它如果说出现了，然后继续往下走，那你就要重新划分你这个结构。好了，这是针对这个谷歌。还有10分钟时间，现在是11点50，还有10分钟时间，大家继续提问。今天出现了，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提一个，就是这个比特币今天出现了一个强势，其他的特别搞笑，就是什么黄金了、白银了，什么原油了，
都是一个冲高回落的状态，但是比特币走出来一个不一样的，或者说比特币跟股票走出了一个类似的结构，就是比特币是一个类似见底回升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比特币啊，这个4小时，比特币的4小时出现了9段，从这个最低点60001这个位置出现了9段，这是一个进入段的话，1、2、3、4、5、6、7、8、9，这是一个第9段，4小时上出现9段这个中枢，现在开始走离开。如果说这个能够，而且是看到没，这是在零轴这里起来的，任何零轴起来的这个都要关注它，看到没有？这个起来这个位置是在零轴起来的，这个起涨点，这个起涨点是在零轴这里，或者零轴上下、零轴附近。这种起来的都需要关注，因为这种动能是非常强的。那么，当然了，它马上也要面对这个200均了，面对200均线。如果说只是到200均，那就弱了，就是到了200均突不上去，那就弱了，必须要强制突破200均，才能把上面的这个空间打开，对吧？现在马上要面对200均的一个考验，所以说短线，但是现在目前这个还是在健康状态下，所以说如果说比特币能够突破200均，那就有希望可能再给你回踩一下，继续往上走，那就是会出现日线上的相对来说一个大中枢的，就这里可能会出现，因为这些都是4小时那个中枢，它可以日线上出现一笔反弹。那么日线上出现这笔反弹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这个可能是这个上面中枢的一个3脉。我们看一下这个，这里还有个中枢，然后这里是 A， 这里是 B。如果说这个一笔反弹出现了，那你看它这个张嘴也比较大，现在 MACD 这个张口也比较大。如果是真能张开的话，那就会出现这个日线这笔反弹。那么日线这笔反弹要关注是不是这个3脉，怎么测呢？从这个前面这个97963，哎，你这么一测，第一个反弹位或者阻力位74502，第二个78982，第三个83461，所有这些位置都没回到这个中枢，都是3脉。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卖，因为它还会再次回踩一次，给你个2买，甚至再次跌破这个，那就是最差的了，对吧？所以说现在是有希望出现这个日线这笔反弹的这个机会。那么，但是呢，马上要面临这个4小时的这个200均了，就是如果说没有的话，不要去追它，你可以去更小周期，比如说这一笔的内部，我可以看一下，比如说1小时上。1小时上是一个123，对吧？明显是3是很强烈的这个上涨，看到没有？也是贴着零轴，也是贴着零轴往上走。那么30分钟上的话，这样的话可以有一个中枢的，就是一个进入段一个离开段，明显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没背驰，也是强势表达。所以说，你发现小周期强，那它的动能就强，那么就会带着大周期往上走。所以说，200均的话，应该有希望能碰一下。如果说更好的话，可能往上走。当然了，它的走好会带动那些跟这个比特币相关度比较高的那些这个个股的一个往上走。比如说我们群里面或不没有群啊，我们的这个频道里面有这个朋友买的那个 MicroStrategy 啊，什么这个Coinbase 啦。对吧？这些都是跟比特币虚拟币相关的，因为比特币是龙头嘛，龙头带头大哥，它如果涨得好的话，那肯定会带着其他的一些也能往上穿一穿。好的，现在是11点55左右，还有5分钟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提问你们关心的，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针对性能够更强一点。大家可以继续提问你们比较关注的，有没有你们关注的？没有的话，我可以就自己随便选一个，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关注的？毕竟还是分析更多你们关注的这个针对性能更好一点嘛，毕竟时间有限。没有人有想分析的股票吗？
今天这个指数又拉回到这个箱体里面了。这个美股啊，就是你只要他知道这个牛市的节奏就比较好操作，就是快跌慢涨，快跌慢涨。你很多时候他就靠着快跌把你吓出来，对吧？很多时候都是你一快跌快速下杀的时候你就害怕，你一害怕就去割肉，那就正好是节奏是错的。我们还有5分钟时间，大家没有提问吗？没有提问我就再说一个了。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Palantir 的话，今天表现比其他都强。当然了，比特币相关的也比较强。它强是啥呢？就是军工了，算是。Palantir 算是一个军工股，它毕竟它的这些 AI 相关的这些东西，在这个军队里面用的比较多，所以说它是今天表现抢眼。那么日线上这笔反弹出来了，周线上我们再复习一下周线它是个什么结构。从这个起涨点在16.14，它是一个周线有这么一个中枢，然后开始离开1、2、3、4、5、6，第6笔回撤。那么第6笔回撤这个低点在126.23，也没有碰到前面这个上面这一笔的高点125.41，所以说这还是一个浪形模式的往上走，一笔回落。那么现在这个新的这一笔还没出现。虽然说是什么大空头 McBurry 在做空它也好，还是怎样也好，好多看空它，但是并不影响它有反弹，对吧？现在这一笔周线的底分型也出来了，那么看这里这一笔能不能够出现有效反弹。那么现在在日线上的话，这里只是一笔呀，但是好在这个 MACD 张口看张开了，意味着这个小周期的动能出来了。所以现在就关注能不能够，首先能不能碰到前面这个147.56。今天的最高点我们看一下多少，147.14，差一点还没碰到。如果说碰不到它的话，那还是可能是一个4浪反弹，还可以再走一个5下来，对吧？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再看一下它这个小周期的内部的结构，这里是有一个1小时中枢。那么这里是一个1小时的中枢，我们把它画一下。这里一个1小时的中枢，然后这是进入段，然后这是回落，对吧？然后一直都踩着中枢往上走，然后它这里出了一个300，1小时上出了一个300之后的往上走，1、2、3、4、5、6、7段没升级，这是一个带3买的一个上涨。那么这个如果说上涨的话，现在 你看那个 MACD 也是，只要是0轴以上，然后张口往上走的这种动能都比较强的。那么什么时候？而且这个123现在是没被持，应该我们可以测一下，不被持。139.43是等比例，现在这个3是不被持的。那么有希望出现一个3，甚至再往上走一走，给你一个12345，12345之后看它是不是回落，再做第2个中枢，就是1小时上这是 A，1小时做一个 B， 看它这段有可能结束了。这个有可能结束，也代表着日线的这笔有可能结束了。日线这结束，那就会碰到这个，大概率会碰到147.56，碰到之后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那会再次下来给你个2买，甚至再次跌破前面这个低点。如果说能够出现盘整背驰的话，那就又可以进了，那就可能出现1买，对吧？那这样的话就看它之后的一个表现。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分析，那如果力度更强一点，如果说这个战事再持续的话，那可能再突到200天这里160，对吧？所以这个短期Palantir是动能是比较强的，可以相对的关注一下，毕竟基本面也是相对不错的。虽然说估值稍微高了一点，但是毕竟它也是上市时间并不长嘛，对吧？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直播到这里了。还有大家我看又问了几个，但是没有办法，时间到了，那么下次可以提前来一点，或者提前提问，毕竟我们刚才等没有人问。好的，那么今天的